千年古都，百年守候。京都永远是日本人心中的精神故乡、文化象征之地。桓武天皇当年就是站在京都东边的高处，赞叹山水环抱的地形，而决定迁都至此，开启了京都千年古都的命运。因为盆地地形，有不少寺庙景点建在可以看见市井的半山腰位置，默默地保佑这座城市不被天灾疫情肆虐，平安地度过千年的时光。分享京都市间可以看见市井的寺院，虽然视野不错，但登高的难度很低，不用透支体力就能享用美景。现在就一起出发吧！你好，我是独活男子 Leslie， 欢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记录影片。为了不要太像观光客，我决定要用骑脚踏车的方式去清水寺。在早晨的京都街道骑单车，感受黎明初晓的宁静。清水寺位在半山腰，在上坡的时候和单车说再见，是最美丽的分手时刻。爬到3年坂的尽头，在银白色的天色下，更凸显朱红色人王们的威严与气势。其实人王们的位置已经能看到市井了。清晨的京都，薄雾还没完全散去，像是带着一股花朵盛开前的含蓄。三重塔高约30公尺，自古以来一直是清水寺的象征。从市区也可以看到它，始建于847年，供奉着大日如来像。清水寺全名英语山清水寺，正殿完全不用钉子建造，是日本木工技艺的奇迹。正殿的木质舞台俗称清水舞台，从山坡上伸出，由几百根木头所支撑。舞台提供了周围景色的无障碍视野，当然也包括了京都市区的风景。几个世纪以来，一直是最热门的旅游景点。走到阿弥陀堂，
这里才是欣赏清水寺及市景的最佳视野。秋天的清水寺被红叶包围着，像是火烧一样的壮观。这时的清水寺像是披上厚重的华丽和服，依靠山腰，静静地看着正在苏醒的京都。清水寺创建于西元778年，目前的建筑是1633年重建的。寺庙的名称清水寺，源自流经的阴雨瀑布，象征着访客的纯洁和精神净化。下方的阴雨瀑布分为3股水流，饮用这里的水可以带来健康、长寿和成功。秋天清晨的清水寺是一个建筑、自然和精神交汇的地方。站在这里看着市景，感受历史痕迹的魅力。之前从免费的角度分享过知恩院，一直被这里的雄伟建筑给吸引。来这里第3次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这里有个隐藏的小景点，但似乎没什么人知道。穿过山门，爬上南板的阶梯，会到室内宏伟的建筑群。想重温这里的景色，可以看看京都市间免费景点这支影片哦。沿着御影堂旁边的走廊，会走到连接方丈的穿廊，这里开始才是这次的分享重点。穿过1641年建立的方丈，会走到方丈庭园。这里是江户时代初期所建，以建筑和东山为背景，营造充满柔和情感的风景。一进入口会看到心智池、灯笼、石桥、小岛，透露一股协调与平衡的宁静。修剪成圆球状植栽的区域是25菩萨之庭，白沙与植物共构的景色，像是生命在这里流动。全献堂摆放德川家康的牌位和肖像，是祭拜历代德川将军的地方。沿着动线会走到山庭庭园，穿过小山门，有股突然的豁然开朗，开阔的市景一下子就出现在眼前。
这个位置连官方网站的地图都没有标示出来，是绝对的秘境。虽然说是庭园，但这里没有坐着欣赏的地方，似乎辽阔的市景就是这里的最佳风景。离开山亭庭园，会穿过一小片墓园，而且没有可以绕开的路。如果有机会，这个景点请果断放弃。走过四字堂，再往上走是玉庙，这里是境内的最高点。玉庙是法兰上人的陵墓，里面是桃山风格的装饰。这里同样也能欣赏市区的风景。往下走，回到主要的建筑群，感觉像是离开了某个领域，逐渐听到人的脚步声。从女板走下山，还可以看见照在市区的夕阳。这时的京都，像是下课后冲向球场的少年，活力十足又那么光彩夺目。京都是盆地地形，周围被山环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，但大家知道盆地里面还有座小山吗？从平安神宫往北走不到500公尺，会到黑谷，是座小山丘。金界光明寺就位在山丘之上，是净土中的总寺院，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黑谷先生。建于1175年，山门是标志性建筑，高大威武，雕刻精美，饱含日本木工技艺的精髓。走上一小段台阶，会看见正殿御影堂。这里供奉法兰上人坐像。现在看到的建筑是1944年烧毁后重建的建筑。正殿内时不时传出诵经声，像是为这里的崇高地位进行加持。参拜结束，原路返回的时候，赫然发现真正的游览现在才要开始。由于地势较高，可以看见市区。这里是京都盆地内唯一能在春分秋分看到鲜红夕阳的地方。山门像是背靠东山而立，前面还有些许红叶点缀，带着一夫当关的气势，有种镇守此地的威严。进入蓝调时光的京都，有如穿着华丽和服而缓缓坐下的少女，
住多看一眼它的含蓄。在金界光明寺，从黄昏待到傍晚，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体验。夕阳缓缓落下，天空变换着色彩，从金黄到橙红，再到深蓝，整个过程充满了魔力。这种自然的美景与寺庙的静谧相得益彰，让心灵得到极大的宁静和放松。京都北边的阴峰是知名度相对较低的区域，也因此这里人潮比较少，能享受宁静的旅游氛围。光岳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初期，由日本工艺家本阿弥光岳所创建。光岳在书法和陶艺方面有卓越的成就，也是一位茶道及园艺的爱好者。所以光岳寺的庭园里面有好几间茶屋，虽然茶屋没有开放，仍然散发着主人留下的热情。走到庭园深处，这里能远眺京都市区，近山远水，留有一股宁静的孤寂感。秋天的时候，庭园会换上红色的新装，与远处的城市市景相映成趣。庭园很开阔，视线里有绿、有黄、有红，穿插点缀，反而更显层次。光岳寺和旁边的圆光庵及长照寺步行不超过7分钟，很适合排成一个半日行程，感受3种不同的旅游情趣。旅行的乐趣，有时候不是看到了多么极致的景色，而是在大家都去的地方，能看见不同的风景。换个视角看京都，也许就能从古人的角度发现生命的热情与希望，或是从当地居民的视角体会生活的智慧与乐趣，还有可能从建筑的角度感受历史的脉络与伟大。如果你也喜欢换个新鲜的视角看世界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起创造旅游中只属于自己的独特回忆。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。